消失的魔音，各位好，我是洪维，是玩出梦想的一名产品经理。欢迎来到第4期，也就是玩出梦想系列的第4期。这一期我们来聊聊玩出梦想 MR 这款头显的空间影像功能。在王梦的相机里，可以拍摄2种格式的 3D 视频，一种是 F3D 即平面 3D 视频，苹果称之为空间视频；另一种是 VR180，是球面 3D 视频，苹果则称之为沉浸视频。王梦是全球首款可以拍摄 VR180格式视频的头显，虽然它的 FOV 并没有铺满180度，这是王梦的一小步，但也许多年以后回过头来看，这会是空间影像行业的一大步。那 VR180和 F3D 这2种在我看来其实都是 3D 视频，区别在于 VR180可以有更大的 FOV， 以及更重要的是可以对画面 FOV 进行标准化。对这一部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双目 VR 摄影系列的 V9、V10 和 V11期。五一期间，我去了一趟上海城商植物园，就带着王梦录制了一些实拍样片。这些样片已经上传到 DOVR 了，在 DOVR 主页的搜索框直接搜索 ECL32Y， 可以跳转视频，也可以搜索 Play4Dream 找到我们的官号，点击观看最新的视频。样片我也上传一份到视频下方简介的网盘里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下载观看最原始的画质。那对于王梦的拍摄能力，其实直接看样片是最有说服力的。而如果你还想了解背后一些更具体的技术细节，那我们继续。MR 头显上有2颗距离为人眼同距的彩色摄像头，因此天然适合 3D 拍摄。但这2颗摄像头其实首先是为 VST 透视功能服务的，其次在承担拍摄功能，因此对于 3D 拍摄也会有一些限制。以王梦为例，正前方有2颗彩色摄像头，距离为 61.25 毫米。摄像头的 CMOS 传感器型号为索尼 IMX616，纸面上参数为3200万像素，实际工作在4:1模式，即800万。不过因为这是一颗鱼眼镜头，因此谈论像素的意义并不大。IMX616的传感器大小是 2.74英寸，这是什么水平呢？大概是5年前的旗舰手机的前置摄像头的水平。所以大家需要对头显的 VST 和 3D 拍摄的画质有合理的心理预期。即便是 Vision Pro， 很多人也觉得它的 VST 和 3D 拍摄画质也不怎么样。虽然苹果的模组都是找索尼独家定制的，跟大陆货比有一定的优势，但其实也和王梦一样是前置摄像头的水平。而使用手机前置摄像头小底的结果就是，光线不好的时候噪点会增加得非常明显。这点 Vision Pro 也不例外。虽然苹果的图像处理算法很厉害，但暗光拍摄下众生平等。而制约头显摄像头选型的原因是 VST 对 FOV 的要求比较特殊，需要覆盖足够大的广角。市面上除了几款前置摄像头以外，并没有非常合适的模组。在王梦的相机里有2种拍摄格式。当我们选择 F3D 的时候，拍摄的就是一个平面 3D 视频，单眼分辨率为2560×2560，画幅比例为1:1，水平 FOV 为70度。F3D 其实没啥好说了，这个格式可以理解为 Vision Pro 的空间视频。当然受限于芯片算力，在回放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做像 Vision Pro 那样流光溢彩的虚化效果，但就拍摄内容来说，其实没有什么区别。而切换到 VR180的时候，单眼分辨率会提升到3840×3840，相机会尽可能的保留所有的画面，然后贴到标准 VR180等距柱状投影图上。因为种种原因，最终得到这么一个比较不规则的画面。中央水平最窄处的 FOV 约为86度，中央垂直 FOV 约为114度，斜对角的 FOV 比较大，约为135度。虽然这个 FOV 范围比较奇怪，但在头显里观看的时候，仍然能够获得观看 VR180视频时的那种沉浸感。其实相机拍摄的原始图像是一个类似这样的鱼眼画面，但在图像处理过程中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裁剪掉一些像素。我们已经尽可能的保留所有的 FOV， 最终有了这么一个比较奇怪的区域。造成影响的因素比较复杂，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我们的水平中央最窄处约是86度，而实际上这颗鱼眼摄像头理论上水平中央最窄处可以到100度左右。但是因为王梦的外观为了把前盖做平，并保证 VST 的功能不受影响，就将2个摄像头向外旋转了一个角度，因此重叠 FOV 就减少了。而为了成片观感，
VR180视频左右画面最终只保留重叠 FOV 区域，因此牺牲了大概10度左右的画面。FOV 从约100度下降到了当前的86度。如果我们愿意像 Quest 3那样让摄像头凸出来，然后将摄像头的光轴做平行的话，其实 3D 拍摄的水平 FOV 还可以再多一点。但为了外观的一体性，我们最终选择了牺牲一部分 3D 拍摄时的 FOV。那我自己觉得还可以接受，毕竟拍摄的情景并不多，但好看是一辈子的事情。总之，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最终的 FOV 区域就是目前这个样子。我个人觉得还是能保证基本的 VR180体验，这样的一个 VR180画面并不会太影响我的沉浸感。王梦拍摄的 VR180视频的分辨率是7680×3840，也就是一个8K 的 VR180规格。这其实是有必要的，因为这一颗 IMX616的理论 PVD 有23，而7680×3840的这个 VR180容器的 PVD 是3840×180，约等于21.3，其实是还不够的。我们可以理解为，用这颗小 FOV 的鱼眼镜头拍摄 VR180，实际上是牺牲一部分 FOV 以提高 PVD 清晰度。这是我过去在双目 VR 摄影系列里一直强调的事情。在光线充足的情况下，王梦其实比较接近 Qualcomm 3 Ultra 的清晰度。我们之前估算过 Q3U 的 PPD 大概是20.8，关于这一部分可以看空间影像系列的 K27。但虽然 IMX616的纸面参数是23，但底很小，所以只能说是在光线充足时跟 Q3U 差不多，一到暗光环境下画质会下降的厉害。但还有一个影响影像清晰度的因素，那就是镜头的对焦距离。这颗摄像头是泛焦的，也就是固定焦点，没有对焦功能。而合焦范围大概是在2米以内，因为考虑到头显的 VST 的一般使用场景是在室内，包括近距离看手机、观看电脑屏幕等，因此我们选择了这个对焦距离。这也导致了其实超过2米之外的景物，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在郊外虚化的范围了，清晰度会下降。这也可以算是 VST 和 3D 拍摄的一个冲突。VST 一般是在室内使用，像我这种去室外拍摄的并不多见。虽然无穷远是不合焦的，但我认为 VR180的魅力在于看到更广大的世界。像这次去城乡植物园就是一个完全室外的拍摄场景，因此远景没有近景来的清晰是一个遗憾。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其实要依靠可自动对焦的镜头，但 VST 对于对焦的速度和准确性远大于手机，不然会引起用户眩晕。这需要行业共同的技术进步，目前只能后退一步，选择固定焦点的镜头，在近景和远景之间做权衡。那在我们的样片里，如果你认真观看，会发现有几个场景感觉远景比较模糊。这并不是没有擦干净镜头，而是和对焦有关的另一个问题，即温度升高之后导致的焦点漂移。因为王梦在外观上为了把前盖做得更加一体化，没有把镜头裸露出来，导致镜头处的散热并不好，温度升高之后焦点会漂移。对此我们也做了温度补偿，最终结果就是摄像头需要热机一段时间之后才会达到最佳的工作温度。但如果长时间不使用头显冷机之后，刚拿出来相机的拍摄画面，包括 VSD 画面，看远处都是模糊的。等大概过了5分钟之后，镜头温度升到了最佳工作温度，焦点达到设计值，远景才会清晰起来。像城乡植物园样片里，有1-2个镜头的远景感觉比较模糊，就是因为刚启动头显抓拍，镜头还没有热身完毕导致的。这个问题其实影响了我抓拍远景，但还好这种场景并不多。这个事情其实有点麻烦，同样是为了追求一体化外观导致的。只能说这是王梦第一次做彩色 VST 的产品，没有经验踩了些坑。而这一代产品已成定局，我们在下一代产品上会综合考虑更多的场景。那 3D 拍摄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参数，帧率。我们的相机里面有一个防抖的设置，在关闭防抖的情况下是45帧，开启防抖后则是36帧。这里我们并没有录制常规的30或者60帧，而是取摄像头的帧率的一半。摄像头工作在90帧和72帧2种模式下，取一半得到45和36的录制帧率，取整倍数可以提高画面的流畅感。在关闭防抖的情况下拍摄45帧，可以得到更流畅的高帧率，而开启防抖之后增加了性能开销，因此帧率会下降到36帧。36帧虽然只比30帧多了6帧，
但实际上是多了20%的帧数。我们实测下来，对于画面流畅感是有提升的。当然，目前36和45这种非主流的帧率，主流剪辑软件例如 Premiere 和达芬奇都支持的不是很好，只有 Mistika 能够比较好的处理这种帧率。后续我们可以在空间影像系列里聊聊如何处理这种非常规帧率的素材。当然，虽然我们做了防抖，但不意味着拍摄的时候可以随意运镜了。事实上，无论是 VR180还是 F3D， 对于镜头的移动都非常谨慎，稍微有点运动都可能会导致观众眩晕。尤其是拍摄 VR180，哪怕上了机械稳定器，我们都不推荐进行大幅度运镜。因此，在我们的城乡植物园样片里，大部分场景都是站立不动定机位拍摄。防抖在这里只是帮助消除拍摄者头部的不自主晃动。我们也可以选择关闭防抖，然后将头显固定在三脚架上，这样可以得到最稳定的画面，并且帧率可以提高到45帧。实际上，我们在去年也有拍摄过上三脚架的样片，同样发在 DOVR 的官号上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同时，针对这种离头的拍摄，我们内部还有一个测试版的连接手机 APP 遥控拍摄的功能，这样就完全把王梦当成一台 VR180相机来使用了。后续我们会把这个功能正式做出来，并且把 3D 打印的头显支架进行开源，到时候拍摄起来就会更加方便，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如果你观看了我们头显拍摄的样片，那么就会发现样片最大的问题其实在于收音。那我们的样片并没有做任何的画面处理和音频处理，只是简单的把拍摄的原片素材都剪辑在一起。其实我对画质还是比较满意的，但对收音效果非常不满意。样片的收音效果非常差，有严重的风噪以及各种各样失真的尖锐爆音。那我们也不避讳这个问题，这是我们的能力有限。目前我们团队里并没有特别擅长音频的小伙伴，因此做出来的收音效果并不好。VR 头显的麦克风长期以来的应用场景就只有玩联机游戏时的语音通话，对画质要求并不高，够用就行。但加上空间影像拍摄功能之后，特别是在带出去实拍了样片之后，我们发现收音问题变得非常明显，尤其是要适应复杂多变的户外拍摄环境，以我们目前的能力很难做好。如果你的拍摄场景对收音的要求很高，那目前有一个曲线救国的方案，那就是使用外接麦克风。但这总归是一个繁琐的做法，失去了拍摄的便捷性。我们后续会持续优化我们的麦克风收音的问题，但这个需要时间来进行技术积累，希望大家理解。就目前来说，玩梦的空间影像功能还比较基础，但总归是多了一个功能。并且就画质来说，市面上也没有多少能够对标的 VR180拍摄设备。它的好处是所见即所得，拍摄完就可以在头显里直接回看效果。大家可以当作是买 MR 头显送 VR180相机。当然，我们也可以拍摄 F3D 视频，也就是苹果所推的空间视频。但我个人认为，空间影像的未来是属于 VR180，而不是 F3D 的。但目前 VR180还存在着很多问题需要改良。我们后面也会不断在网梦的空间影像功能上进行迭代，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那这一期的分享就是这些了，我是宏维，是玩出梦想的一名产品经理，我们下期再见。